Hello， 大家又来到了澎湖1年1度的旅游季。那这一次我来到澎湖呢，我打算用骑机车的方式来游澎湖。澎湖系列大概会分为3到4集，做一个深度的美食和旅游的攻略。如果你刚好要来澎湖，记得收藏和关注一下，或许可以对你有一个小小的参考。澎湖的地图是 V 字形，马公市区在 V 的底部 ，V 的右边是马公的风柜 ，V 的左边是过跨海大桥到西屿。澎湖环岛，我把它分为了马公市区、环湖西、南环线和北环线，每一条路线呈现的风光和人文都是不同的。马公市区以历史古迹、花火节和美食为主要看点，湖西线看得到古朴的海岛田园风光，南环、北环走沿海公路，可以看得到澎湖独特的地形地貌和传统村落，涨退潮时海岸线的变化也是相当的吸引人。那今天的第1集我们就从马公市区开始，我身后就是澎湖有名的早餐街，早餐街里面什么类型的早餐都找得到，走吧，我们去吃个早餐。早餐街也就是文康商圈，在日治时期是一个医院。第2次世界大战被炸毁后，1962年这个市场的东半部才被改为了商业区，当时是提供居民采买副食品和休闲娱乐的街区。到1985年，不远处的北城市场开始启用后，人潮就被分过去了一些，才慢慢转型为了早餐街。如果是你早上不知道吃什么的话，来这条街就对了。那我自己是比较推荐益丰豆浆，我觉得益丰豆浆它是不管你什么时候去买，不管它生意有多好有多忙，他老板对你说话都是很客气的，一直是笑着对你说话的。然后它的豆浆油条也是很合我的口味的，它的油条是那种清爽酥脆型的，然后吃起来没有任何的那种油耗味和油腻感。它豆浆喝起来也是很香醇、很浓厚、很顺滑的那种，不是那种有些豆浆喝起来有一点沙沙的口感嘛，它的豆浆就完全不是。北新桥牛杂汤也是这边很有名的一家小吃，它现在还是只提供外卖，我们就打包回到家里面，先把它吃掉，然后再继续出发。它虽然是牛杂汤，但是它里面的内容物是以炖得很软嫩的牛肉和牛肚为主，它的汤头喝起来和台南的牛肉汤的汤头是风格不一样的。我是觉得北新桥牛杂汤的汤头对于我来说稍微有一点点的油腻，但是摄影师他非常喜欢，他每次来澎湖都会来喝。然后要吃他们家的话，一定要早一点去，因为经常我去打包的时候，我想要一份牛肉汤都是已经卖完的状态，就稍微去晚一点点，它就已经卖完了。我们点的是一个小份的，小份是130，但是我觉得它小份的分量也是蛮多的。刚刚吃完早饭，现在准备去看台湾历史最久的妈祖庙，也就是天后宫。然后从文康街、早餐街那边到天后宫，我是比较推荐大家走第2渔港这边沿海公路过来，因为这边可以看得到第2渔港和游艇码头的一些风光，而且旁边的那个休闲步道也修得挺好的，就可以推荐大家从那边走过来看看。而且刚刚我还看到了一个巨型游轮，就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。然后现在我到天后宫了。其实天后宫的建立时间在1919年之前都是不确定的，直到1919年挖掘出了一块碑，碑的名字在这里。然后那个碑的内容大概就是1604年的时候，一个叫沈有容的将军，然后他就带澎湖来使荷兰人离开澎湖的事件。然后那块碑的出土也是奠定了这个天后宫在台湾是第1古庙的地位，也就是说可以推算出它的建立时间是在1604年之前。走吧，我们进去看一看。
还有看到那个天后宫的牌匾了吗？那个牌匾是竖着放着，其实绝大多数的天后宫的牌匾都是横着放的，竖着放的牌匾只有一种可能，就是皇帝亲自封册的。其实，在清朝的时候有一个规定，就寺庙要封号，皇帝如果是亲自给你那个寺庙的名称的话，然后你就是可以竖着放，来彰显你这个寺庙的特殊的地位。关于天后宫的传说是在元朝1280年的时候，元世祖派兵征伐日本，遇到了台风的袭击，官兵们四处流散，在睡梦中梦见了妈祖显灵救了他们，并在澎湖登陆。于是，在第2年的时候，元世祖就封妈祖为天妃，建立了天妃宫，还设立了澎湖巡检司。其实以前的时候，天后宫是叫天妃宫，所以大家也会叫它妈宫、妈娘宫、娘宫。那马宫以前的名字就叫妈宫，是到后来日治时期，因为都更计划、行政区划要重新划分，所以就沿用了妈宫的名字取的谐音马宫，就一直沿用到现在，就是澎湖马公市。明朝期间，日本侵袭澎湖，但明朝的军队都能把他们给击退，据传就是妈祖的保佑。到了康熙年间，施琅率领军队进攻澎湖，击退了明朝的军队。施琅认为是靠妈祖显灵相助，于是他就奏请康熙加封，第2年就正式加封妈祖为天后，从此妈祖宫又称为了天后宫。不知道你们来天后宫有没有发现，就是它侧面的那个墙，就是像山一样连绵起伏的，包括它的一些建筑的屋顶上面的燕尾翘角，也是翘得比其他的寺庙要张扬一些，也是在彰显它的地位。从天后宫出来，它的右前方就是一个许愿墙，然后这个许愿墙的许愿纸可以在庙方那边免费取的。我记得我在1年半前，就是第一次到澎湖来，我就在上面写了一个心愿挂起来。可是那个心愿现在应该已经找不到了，就在这一块，它应该现在就像这个样子了，被雨水冲刷掉了，然后已经看不清楚上面写的是什么了。其实天后宫这一块连着的都是很有历史意义和历史古迹的。然后像它旁边走过去一条小巷子穿过去，就是澎湖发展最早的一条街，叫中央老街。然后中央老街它的发展最早可以追溯到康熙33年，然后当时这边是很多的商店，很多的商品琳琅满目的。然后最繁盛的时期是在日治时期，日治时期的时候，当时这里的繁荣可以用川流不息来形容。不过后来就是随着商圈的不断的转移嘛，然后这里的人潮也被分散掉了，所以后来就慢慢的衰落了。但是现在我们看到的中央老街就是重新经过翻修的，然后仍然有一些民宿啊、一些文创用品啊、小吃啊什么的。这条街据说是曾经短发的 MV 的拍摄地。短发是怎么唱的？我已剪断我的发，剪断了牵挂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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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。你看大井街，沿着中央老街一直往前面走，走到底就前方就是澎湖最古老的井四眼井。四眼井它的出现，据说是因为它的位置低下，然后可以汇集三方的泉水，然后就吸引了附近的渔民过来居住。后来它又经过不断的改建，然后就变成了可以提供过往船只加水的大井。那中央老街它以前的古名字就叫大井街，可能就是因为这口大井而得名的。四眼井其实是一个大井，为了避免大家在取水时跌落进去，就改为了4个圆形的取水孔。过去曾经是中央街一带居民生活和饮用水的来源。大约在1930年代，马公市区有了自来水设施之后，四眼井的功能才逐渐被全面取代。你知道这里面掉下去的时候捞起来的什么东西是最多的吗？就是眼睛，因为大家全部都这样看，然后眼睛就会掉下去。这条老街曾经的辉煌也在影响着里面的建筑，也许是受到了当时南洋地区的影响。四眼井旁边的这栋建筑就是偏巴洛克和闽式风格。
这栋建筑就是勤益堂中药铺，建造于1918年，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了，到现在传到了第4代。他们家最有名的就是用十全大补的药材熬制的药膳蛋。这颗蛋是20块钱，然后它还有隐藏版的蛋，隐藏版的蛋就是小鸟蛋，但吃起来没有药的苦味，反而比较香醇，算是这里的特色。现在除了中药材和药膳蛋之外，还有自家商品，像胡椒粉、蜜饯，还有宋城丸。吃下这一颗仙丹，这种味道就是我们小时候吃那种仙丹的味道，学校门口卖的那种。其实它是陈皮糖做的，那这个吃起来有一点点陈皮的味道吧，有一点回甘的哈，可以有一点苦苦的，真的就像小药丸，仙丹小药丸。可这样一袋50块钱，稍微有一丢丢的贵。从中央老街那边走过来没多远，就有一个经常容易被大家忽视掉的一个景点，就是我身后的水仙宫。为什么我要介绍水仙宫？因为水仙宫也是台下交会馆的地址。台下交会馆大家知道是什么吗？就是当时台湾、澎湖、厦门他们之间的商业往来很频繁，那些商户他们就自己成立了一个工会，就叫台下交工会，专门来解决商贸之间的一些贸易纠纷。然后我们看到的我身后的这一栋2层楼的建筑，它的2楼就是供奉的水仙尊王，还有天上圣母等等的神明。然后1楼的话就是台下交会馆的办公地址。刚刚我从那个大井街这边出来的时候，看到那边转角也有一个水仙宫，然后那边也是写了台下交会馆。然后那个建筑是1层楼的建筑，我转到这边来看的时候是一栋2层楼的建筑。因为我在网上查资料的时候，我发现是2层楼的建筑才是当时的合并的一个办公地址。今天的第2餐，我是想给大家推荐一家，就是澎湖在地人都会来吃的一家店，就是我这边的甲2，它有卖石头火锅，然后海鲜米粉、海鲜面、海鲜炒饭，还有各种热炒都有卖的。第1次来澎湖，我吃它的时候，其实我不太喜欢，然后第2次来澎湖吃它的时候，对它的感觉就是可以接受，但是只存在于填饱肚子的那种阶段。然后又时隔1年，这是第3次来吃它，我就觉得哇，这个味道真的好好吃，好想念的味道。因为这1年当中，我在台湾那边我是吃了很多的海鲜类的海鲜粥啊、海鲜米粉啊、什么面啊之类的。可是当我再次回来吃到它的海鲜米粉的时候，那个味道真的跟我之前吃到的是不一样的。最明显的就是花枝的特别，它这边花枝吃起来是脆的，是甜的，然后汤头就是各种蔬菜加海鲜熬出来的自然的那种鲜甜的味道，就感觉没有加一些什么乱七八糟的什么东西。反正这家就推给大家，真的还不错。那如果大家到这边来的话，就还是蛮推荐大家来尝一尝这家甲2的。紫玉仙草冰是我每次回澎湖都必吃的一个冰品，它的冰就很特别，就咬起来的时候，你看得到仙草的那个纤维，然后吃到嘴巴里面的时候，就是那种软软糯糯的那种口感。而且它的料可以选8种料，每一种料还可以重复选2种，就不能超过2种。那我最喜欢它的料就是芒果青、杏仁豆腐，还有这种黄色的风桂，特别是芒果青和蜜饯，一定推荐大家可以试试看。因为加在冰里面，吃起来就有一点酸酸甜甜的。这一碗是70块钱。然后现在有一点下雨了，这几天澎湖一直在下雨，应该到6月份就会好很多吧。现在5月下旬的样子。这一家咖啡店，我看网上评价说是澎湖最美的木质日式风格咖啡店。其实我在之前就有观察到他们，路过的时候我就有看到，我觉得风格很漂亮，然后我一直没有机会。那这一次刚好要拍马公市区的一些美食推荐，那我就把它列入了我的清单。我点了一个黑糖千层和西西里咖啡，然后它的黑糖千层的黑糖和奶油的融入非常的好，就是很香醇，然后吃起来
又是很细腻、很轻盈的，它每一层的料都是铺的刚刚好，就是不会过厚，也不会过薄，就是每一层的料的比例都是调得刚刚好的。我觉得值得推荐。然后还有西西里咖啡，西西里咖啡主要是主打的柠檬口味嘛，然后它柠檬口味也没有盖过原来就是美式咖啡的味道。然后他们这边来点餐，就是工作人员态度也非常的好，就是因为我们坐外面嘛，然后他就觉得可能外面这个天气做起来稍微有一点点热，然后一共是320块钱，他就只收了300块钱，然后把东西拿给我的时候也会跟我说应该要怎样吃，我就觉得这种服务精神值得给一个赞。里面其实空间不大，如果大家要来的话，其实可以提前打电话订一下位置。我们是刚好外面有一桌，我们就坐在这边，然后我坐在这边就观察，我看到应该是在地人，很多在地人都会到这边来打包带走。你在澎湖，然后逛累了，在市区想找个地方休息一下，我觉得这边是一个不错的选择。我现在在的这个城门就是顺城门，在清朝的时候，为了提升澎湖的防御能力，所以就在澎湖城区修了妈宫城。妈宫城一共是占地26公顷，然后是一共有6个城门，东南西北、小南小西。现在保留下来的只有现在在的这个顺城门，也就是当时的小西门，还有往上走一点点，还有一个中心门。中心门是在笃行石村那边，还有顺城门旁边西侧的一处的城墙也是被保留了下来，其余的全部被拆掉了。拆掉是因为当时日治时期的时候都更计划，然后拆掉的城墙的石料全部拿去填海造港。那顺城门它是修在马公港上面嘛，其实站在城墙上面，然后往马公港的方向看，就视野很辽阔，看得到海港的一些景色。顺城门的旁边就是笃行石村，走路的距离大概3分钟。笃行石村是全台湾最早的军村，前身是日据时期军官的宿舍，2战后由国民政府接收，改为了他们军官的宿舍，并命名为笃行石村。里面也是张雨生和潘安邦的曾经生活和居住过的地方。张雨生故居的参观是有顺序的，从小时候的快乐生活到他遇上音乐的历程，最后是他在音乐上的大放异彩。澎湖一向干旱少雨，真的吗？我觉得为什么每次来澎湖都在下雨？但其实走进去后，现场随处都可以看到有参观动线的提示，跟着走就对了。展馆内仍然保存了当年眷村的建筑原貌，内部空间也没有进行大幅度的改建和翻修。里面照片的收集都是由张雨生的家属、歌迷朋友和唱片公司提供的。开馆当天也有邀请他的父母和亲友到现场。那首歌我会唱，我的未来不是梦，我认真的过每一分钟。从张雨生的故居出来后，就看得到一个脚踏车的造景，在脚踏车的右边有一个眷村标志性的红门，就是潘安邦的故居。这边笃行石村就是张雨生和潘安邦以前生活过的地方嘛。虽然走进去原味肯定是不在了，但是你走进去还是仍然能感受得到他们曾经在这里生活的点点滴滴。那外婆的澎湖湾曾经是收录在潘安邦的第1张专辑里面的，然后他也说过，外婆的澎湖湾不是异乡，是他和他外婆一起一步一步走过的脚印，是脚踏实地、实实在在存在的。哇，现在刚好是夕阳西下的时候，照的人的皮肤好好呀。差不多6点钟的样子，我来到了观音亭。
观音亭其实在广义上来说，是指它旁边的这一座寺庙和前面的海水浴场。那在最早的时候，观音亭其实就是说的旁边的这一座佛教寺庙。这一座寺庙它是澎湖最早的一座佛教寺庙，已经有100年的历史了。然后在清光绪年间，法国就开始侵袭澎湖，然后就把这座寺庙就全毁了，它里面的一些文物呀、佛像啊这些也全部被掠夺掉了。观音亭以前整个海岸线是很漂亮的，是以洁白的沙滩和清澈的海水出名的。在日治时期，那这边就是他们的休闲海水浴场。那我后面的草地也是他们办运动会的地方。那现在观音亭也是每年国际风帆赛场的举办地。旁边突然响起了音乐，然后在这个地方有一个桥，叫彩虹桥。这个彩虹桥就是澎湖每年花火节的释放地，就在这边。然后呢，等一下晚上我们就来看花火。现在先带大家去吃个饭。然后除了在这边看花火，我还有一个秘密景点想要推荐给大家。除了秘密景点看花火的地方外，还有一个秘密景点是关于看夕阳的。现在正是夕阳快要落下来的时候，我们赶紧过去吧。啊，对了，还想给大家说一下，观烟火记得在这个地方第一排，这个草皮的第一排是很有那种临场的震撼感的。走吧。哇，我的秘密景点！哇，这个景点是我去年发现的，然后去年我也是跟大家一样在观音亭那边看日落，然后有一天我们就骑着摩托车到处乱转的时候，然后就发现了这边很好找，就是在笃行石村，它有一个无妄再举的石碑嘛，然后旁边就中正堂，中正堂的旁边正对中正堂的右手边有一条小路，直接走进来就对了，就是这个地方，那边就是彩虹桥观音亭那边，然后一整个海岸线到那边，夕阳，看着海水在澎湖湾里波澜不惊，对岸细雨的落霞也在慢慢融入进海水里。看看时间，也到了该吃晚餐的时候了。从观音亭到海鲜街骑车大概6分钟的距离。澎湖的海鲜因为海水盐度和洋流的关系，海产的肉质紧实，吃起来特别鲜甜。边境小馆清爽脆甜，饱满结实，烫熟后急速冷冻，锁住新鲜，蘸一点馥郁甜香的美乃滋后，鲜甜弹牙的口感就在这瞬间脱颖而出。凤螺肉从它的壳里旋转出来的时候，我就已经知道了它的脆劲 Q 弹。只是那么大的凤螺，我还是第一次吃，不用蘸料，慢慢感受它肉质的甘甜就好了。炒蛤蜊是每次去热炒店的必点之一，但是这一次吃的蛤蜊多了清甜和爽口，饱满的肉质在咬下去的时候爆开的汁水，有一些咸，有一些鲜。九层塔和辣椒也没有完全掩盖住蛤蜊自然的鲜美。以上3样就是今天的最佳前3。刚刚我吃到很开心的时候，我突然想到一个道理，就是食物一定要给它好的待遇，才是尊重它。吃完晚饭后，差不多就可以走去看花火节了。花火节是到6月29号之前，每周一和周四的晚上9点开始。这一次是以迪士尼100周年为主题的活动，也会出现很多迪士尼的经典人物。走路去观音亭大概5到10分钟，也可以提前去旁边的市集走走看看，里面小吃、烧烤、饮料都有在卖。这一次除了在观音亭看花火之外，还想要给大家推荐一个秘密观看点，就是笃行石村后面的金龟头炮台。在观音亭看花火人比较多，车子不能下去，如果遇到不想走路或者是行动不便的话，就可以到这边来看。这个区域的拍照角度也会更大，唯一一点小遗憾就是没有音乐氛围的渲染。那在观音亭下面看花火的话，能近距离感受到音乐和灯光给到的临场震撼感。不断出现的迪士尼和漫威的经典人物也引来大家的欢呼和惊叹。花
活在持续了20分钟后，逐渐步入了尾声。这一集马公市区的介绍就到这里，也要结束了。不要忘记帮我点赞和订阅哦，我们下集再见，拜拜。